地上的菩萨，从初地到实地，他在自立自己修行的方面都是同等的，但是立生的方面，立他的行方便的方面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说发心在等，所证的果位也等，没有谁超过谁的。每一位菩萨在他修行过程的当中，一直到成佛，都要经过三阿僧祇劫，时间也是同等的，因为什么呢？所证的法空理，所证的真如，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彼此的分别，经的时间的长短，就是他所修的呀，时间所修行的法门没有什么差别，就是没有不同的。那有不同的是在什么因缘上呢？单随众生的世界不同，所见所闻的不同，根欲性意，故事所行已有差别。在他立生的应众生的机，立生的时候，因立众生的机，众生的根基不一样，所欲所求不同，那么这些大菩萨立众生的时候，他所示现的方便法门也不同，有顿有渐，这是有差别的。这个差别，因为一切众生他的善根有浅有深，他在现世当中的他的希望，他的欲求不一样，因此在菩萨利益他的时候，随众生机利益的时候，那就因果差异了，进度的快慢的差异了，教育众生的方式方法的差异了，这是不同的。这个不同是因为单随众生的世界不同，就是他的依报不同，世界是他的依报，而正报呢，有的善根深厚的，有的善根浅薄的，根性的需求的不一样，所以那些个大菩萨利益众生的事业呀，也就不同了。又是菩萨发心相者，有三种心微细之相，云何为三？一者真心，无分别故；二者方便心，自然的偏向利益众生故；三者业识心，微细起灭故。就是说这十地菩萨他的发心的相不同。哪些个不同呢？三种心有微细之相，三种心。那么哪三种是云何为三？是争起的意思啊。要解释这三种。一者真心，真心就是根本无分别智了，就是心成就了所发的知心正念真如，就是这个真心，所发的知心。
以后转身了，成了无分别的智慧，转身了就成了无分别智了，无分别智了。这个跟那个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的菩萨有所差别。这地上的菩萨都见了法性了，深度浅度不同。显位的菩萨呢，都是相似，他还没有亲证法身。有者在众生说呢，时时念念的都有分别，很不容易对治众生的分别心。这要发道心，道心，道心就菩提心，菩提道的心。因为众生他是随时时时的分别，很难得对治，很难对治。要对着他，得发道心来对治。能不能对治呢？能。要不能对治的，还有人成佛吗？这是用方便善巧的方法。方便善巧呢，就是后得智了，不是原来的根本字，叫后得智。就是前头那个大悲心所得到的，利益众生的智慧。但是这个智慧是从真而起的，从前头那个真如心能够普利，能够平等，没有分别，这叫无分别。方便心呢不同了，方便是修成的。完了，大悲心利益众生时候，这个叫后得智，后得智。但是利益众生啊，它自然的流露，不要这么勉强的。为什么呢？随顺真心而起的，也是不分别优劣的。这两种的智慧，两种的智慧，一个真心的智慧，一个方便心的智慧，自然而然的遍利一切众生的。那第三种呢，就是微细的业识心。发这个业识心，这个心呢是原有的，不是新发出来的，是旧有的。在前九地菩萨都没有破除，这叫微细的生灭，这个就是无明了。这种有时说种子的现行的生灭的最深处，单有那善根的种子的现行，十地菩萨到他要成佛的时候，他才能够把这个业识转变成了清净的无染物的白净识。这个是明这个菩萨发心利益众生的相。前面所说的是菩萨的他的实行，他的修行当中，利他的方便。有时菩萨功德成满了，以色精臭处实现一些世间最高大的身，
这是大乘的菩萨成佛所实现的身。自利利他了，就功成了；自利利他的，他的所有修行的满了，那就功德成满了。这叫慧充入。利他的满了，要德充入，这叫智行的智慧，利他的福德，这叫辅助慧足吧。成佛叫两足钻，辅助慧足，这样才能佛果。大乘菩萨了，大乘是指史教说的，他不像这个化身佛释迦牟尼佛在人间实现这个32相80种好上六金身。这菩萨他所成就的，他在色究竟天，这个是大乘史教的菩萨成就佛果了。那小乘的呢，像释迦牟尼佛是在南瞻部洲菩提树下成佛的，这叫化佛成佛的处所。而史教到实教就是宗教，他的成佛处所，史教的成佛处所是在色究竟天，色究竟天，再往上面就是四空天了，就是色界的顶天，色界顶天。那四相色相有多高呢？实现呢32000由旬，是那个天王，色界天的天王32000由旬。那成佛的佛身比他还高1倍。一由旬是好多呢，这么华里计算，一由旬是40华里、60华里、80华里。一由旬呢，32000由旬，好高好大呀！形象的意思，这都不是真实的，有形象的不是真实的。这是化那一切众生，化那一类众生。黄众这个梵天有18梵天嘛，那实现的身也高大，说的法也不同。到了实教，全实那个实啊，是全教。实教实现的报身没有形象的，不以形象来计算，因为成真如心，它是达到无相了，达到无相，无相而能随着众生实现一切相。这都是讲成佛的，讲成佛的。自利他圆满的时候，看你在全教吗？再是实教吗？究竟呢？究竟是发生了，无相，随一切众生即而现的。一念相应会，断那一分的无明。这个所成就的佛字叫一切种子，一切种子所产生的不思一业，能现十方利益众生。一切种子呢，自利的功德、智慧、身口意三业啊，都现的是不可思议的。观众生即应以何相得度者，就现何相给他说法。
不假作意的，能在十方世界利益众生，这不是前头那个方便心呢、利他的，是利他的。因为上来所说这三种，在问答当中啊，就是对这个说法有疑惑，有疑惑才有问答。那么每逢在论上所说的问答的意思啊，就是对着恐怕有一类众生这样的怀疑。说虚空无边，虚空无边过，世界才无边；世界无边过，众生才无边。众生无边，众生的心呐、所做的事儿啊，都有差别的，以福无边。入世境界不可分期，分它一个界限是不可得的，难知难解，不容易明白，不容易理解。要把无明断了，要无明断，没有心想，心想都没有了，无明一断了，连心想都没有了，这叫一切种子。他对一切种子产生怀疑，是不是？虚空无边，世界无边，世界无边，众生也无边。众生无边了，那众生的心呐、心里所想的、所起的作用，那就差别太多了，也复无边。像这种境界，入世的境界，没法分辨它的分级，难知难解啊！如果把无明断了，说心想也没有了，怎么能了知一切众生的无边的心想？那这一切种子怎么产生的？说这个叫一切种子，是对一切种子有怀疑。要有无明心想吗？那可有分别可知了。无明心想也没有了，那什么来了呢？说把无明断尽了，说没有心想了，那还怎么能知道呢？若不知道，为什么又叫一切种子呢？看答吧。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一切种子啊，一切境界，就是本来一心呐、一切本来界一心，心跟外边的一切境界相是一个，不是两个。境即是心，心即是境。因为境无自相，心是境界相的性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性相不二，没有能所，没有对待，没有能知，也没有所知，想念都没有了，还有什么知呢？这叫什么智慧呢？叫大圆净智。那么呢，所有的依报就是世界，咱们经常说极乐世界啊、华藏世界啊、琉璃世界啊，这是佛所居处。在这个时候，依报即是正报，正报即是依报，尽虚空遍法界的一正二报，就是一个大圆净智。相即是体，体即是相。大圆净智的为体，体和相就是一个镜子，一个大圆镜子。要形容着比喻说，要法来说就是一心。我们是从这个理解上啊是知，这叫解。说凡夫的他能解析佛等，以佛的教导，以佛的经论的教导
他在理解里能解析跟佛相齐，行呢业报呢就不行了。他不是修为的，他是只能理解的，理解的还不是真实。一切境界相啊，本来就是一心呐，没有想念，但有分别，独无实义呀。实义是没分别的。以众生妄见境界，虚妄见的境界，境界是没有的，因为妄心有境界，说心有分界，所以才有妄起的想念。这个不成法性，不能觉了。分别的妄境是说迷了，迷了就妄起想念。这个是不称真空法性的，跟中佛真空想法不相合，迷了真谛的道理。理迷了，事也迷了，见有分别的妄境，是迷了世俗的谛理，是迷俗谛。妄起想念妙有的境界，不是真空的法性，是迷真谛。要事也迷了，要理也迷了，所以不能觉了，不能觉了。迷了还能觉了了？迷了就觉了不了了。诸佛如来理与见相，无所不骗，这是诸法之性，自体显照一切妄法，有大自容，无量方便，随诸众生所应得解，皆能开示种种法义，使故名一切种子啊，对这个一切种子产生怀疑的，给他解答。一切种子的是什么样子呢？没有见，没见相，离了灭见相。因为离了见相，没有能见所见，他所见的是骗，是乘真心而起的，乘真如而生起的。说心真实故，这个真实的心呢，就是一切诸法之体。从这诸法之体的体性来照一切妄法，一个照就是智慧，照啊，不是分别。完说加个照，就不是分别显。所以大家知道都会背心经吧？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照见无因空，他用照，照里头不含着分别，而灯光来照，破除黑暗，他有分别吗？没分别。他也没有后比波词，哪个照的多点，哪个照的少点，这些都没用。说这叫大自用。从大智慧的用的里头，用化度众生了，化度众生，众生的心，种种的妄心，执着种种的妄境，利益众生的大菩萨，他以大智用，随顺众生的心理，能得度者，他要用无量的方面来度众生。他一定要众生能够理解。菩萨他理众生时候，他说的法，他知道众生的根基，让他能理解，心结一开，他能够依教奉行。如果说这众生不能理解的，不能理解，你说了有什么用啊？你说利益不了他呀，所以必须得说他能够了解的，能够明白的，你才给他开示种种的法义，就是法的道理，法的义理。说法嘛，它含着个道理了，让他明白那个道理。
所以这样的才叫一切种子，事物得名一切种子，这就叫不可思议的业相。有问曰：要诸佛有自然业，能现一切处，利益众生者，一切众生要见其身，要睹神变，要闻其说，无得利呀！云何世间多不能见？诸佛菩萨他有的自然业，不假造作的，自然而现的业是用啊，他那个用啊，大用无边，能在一切处示现，能在一切处利益众生。那么这一切众生见佛身，看着佛的神变，或者听他说的法，都能得到利益，这是无疑了。所疑的，为什么众生不能得见？云何世间多不能见？这是他疑问的。既然佛有那么大的自然业用，换句说，我怎么不能见着佛呀？我怎么不能闻到法呀？我怎么不能得度啊？那个对佛的自然业用不是产生怀疑了？这是问号。答呢？说诸佛如来法身平等，遍一切处，没有作意，这是不错的，千真万确的，因为这是自然的显现。但是众生的心呐，不是这样子了。无缘怎么现呢？含义就在这儿。诸佛的妙法妙力是无边际的，无缘者难度，不能度，没有因缘。诸佛如来的法身是平等的，遍一切处的，没有作意的，这个不错了。因此才说自然呢，才说自然呢。说诸佛有自然业。但是得有水冲现，月亮是无私的，哪地方有水哪地方就现呢？没水的它怎么现呢？无缘的现不了了。而众生的心像一面大镜子，那镜子本身它有了垢眼了，灰尘很重，它不能照形象了，色性不能现了。是吧？众生心了，有了垢了，法身就不现了。那么说它无缘吧？现在我们在干什么呢？我们在磨垢呢。我们这个镜子上有垢，我们现在在磨呢。你拜忏也好，礼佛也好，念经也好，闻法也好，都是磨这个尘垢呢。诸佛是以法为身的，这个法身也现了是报身化身，说法身就是报化都具足在内了，所以它平等现在一切处，这是自然的，也没有作意的。佛是证得了无为无念而说的自然，但是它得随众生心而现，所以是众生心而现。众生心清净了，那就现了；众生心污染了，不得见佛。感应道交，你得感呢，你不感你怎么会应呢？所以感的不成，你感的有夹杂，你的妄想心跟诸佛的清净心不能相合的，所以见不到佛。
假使你现在假修戒定慧，修戒定慧，心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是感应道交，可以见佛。那么以一切众生心为因，那诸佛现身呢，就叫缘。那因缘合了，那就现了。镜子要有垢，你照相就照不见了。镜子要无有垢，说众生心要有垢，佛身不现；众生心要无垢，见佛闻法，了脱生死。但是依着这样的说了，那众生怎么样修行？前头要解释这种道理的，那你还你自己去做呀。说以下呀，就说修行信心，修行信心。四种与唯入正定众生，不说修行信心。就人来说，没有正定的众生，说是没入正定的众生，这只是你实信还没修满。实信没修满，就得还修行信心。那什么是叫信心？怎么样去修行？何等信心？云何修行？那么解释这个信心呢，廖说啊，不是广泛的说，廖说这个信心有四种，这只说能信的，只说四。咱们上回讲的是10个，信心要有10，因为廖说4种，说4种就概括10种了。第一个要信根本，文字上这样说啊，离开文字说你有信心没有？三摩4种弟子，不论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都说有信心。说你信得及自己的根本是佛，你信不信？恐怕这个答号很多人答。他说问到我你是不是佛？我也会答他我不是佛。肯定咱们都这样答复了。但是你信不信你是佛？问题在这儿。有信心是佛，信我的心是佛，我也能够成佛，这叫信根本。乐念真如法供，很喜欢，很要悦，信根本，根本信我自信是真如的心，信我的本体。以下呢，信佛法僧三宝。二信是信佛，佛是修成的，谁相信自己是佛呀？那是无量劫来垢眼太多了，不是佛了。那已成的佛，已成就的佛，他有无量的功德，自己常思念信是三宝，承奉三宝，常念亲近的。亲近什么呢？亲近佛，亲近法，亲近僧。因为佛修成了，他有无量的修的功德，所以亲近供养，从这儿发起的善根。要求的目的是求什么呢？求一切智啊！
三者呢信法，法呢有大利益了，常念修行住波罗蜜，法能出生我们的信心。我们依照这法就是方法了，就方便善巧了，我们能把我们的垢染除掉，从这个生死苦海能到不生死的涅槃，要住波罗蜜。波罗蜜就叫到彼难，从生死苦海能到不生死处。四者信生，这叫四信啊，三宝加一个信，真心，正念真如。生是正修行者，能够自利利他，这是指菩萨生说的。常要亲近诸菩萨，向诸菩萨学到了入实修行，入你那个所信的根本去修行。廖说是这样的。我们这个所说信三宝，是指着世间相的三宝，四的三宝，佛法僧个别的都不同，佛是佛，法是法，僧是僧，所以叫四三宝。那佛是觉悟的觉，觉悟的觉，你自觉又能觉他，觉性圆满了，那么这样的来现自觉觉他，觉性圆满，这叫一体三宝。一体三宝啊，知道真如本有的，觉悟到无始的三障是没有的，是妄。觉真本有，觉妄本空。觉自己觉悟了，又令一切众生觉悟，自觉觉他，就二利了，自利利他，这才圆满成佛了。成了佛了，才有无量的功德。在引证《华严经》上一句话，入法界品啊，刹尘心念可数之。我们的念头啊，就跟那微尘数佛刹，微尘数佛刹里头有微尘数的微尘，我能把它知道数字。大海中水可饮尽，大海水不论它好多，我就能把它喝完。虚空可量，量量虚空是好多。咱们知道咱们这个屋子里头，法堂里头空间是好多尺，那外头虚空你能量吗？假是可量的话，就这么个意思。风可系，我能把风拴住，拿什么把风系住啊？拿这三种，刹尘心念可数之，大海中水可饮尽，虚空可量，风可系，无能尽说佛功德。我想说诸佛的功德呀，比四不尽的还无尽，不能说完的。就像我们不能把风系住，也不能把海水饮尽，拿这个形容着说你想说佛功德，不可能，这么个意思。你能说出佛的功德多少吗？有这个含义了。所以常念亲近诸佛，恭敬供养诸佛，忏悔自己的业障，随喜释放一些诸佛的立生的功德。这随喜功德不可思议呀！我们这道功夫
这道修行做的不够，随时你意念，随时想，随时十方世界一切众生，是要度他们，那又随喜十方一切诸佛，利益众生的功德。随喜呢，就是我也有一份儿，我赞叹你的功德，分给我一点儿，是这样个意思，这叫随喜功德。只说信佛，信法呢，不是把那三藏12部的，你那叫教，教里头必含着有理，教是言权，言权传于所权的道理，是教理。教的话，他讲的些什么？告诉我们些个什么方法？这叫理。完了就行，行就照着方法去修行，完了就证得果。就拿三藏12部吧，就是三藏大藏经啊，那里头无穷无尽的方法，看哪一个方法对你适合。四者信生，生呢是个和义，六合众生嘛。大众生的众生啊，是他有6种共处，咱们在一住几千人、几万人、10几万人，都是僧人呢。这个他不分哪个寺庙，反正僧人嘛，二众生嘛。生是和义，身口意戒定慧，戒见力啊，身口意戒见力，6种和合。这个你们偏点学戒律了，不详细去讲它了啊。说这样的常识亲见这些大众生，那么同一气息，同一相求，同一断妄，同一显真，这样的学习。这个信根本，信三宝，怎么样成就呢？怎样能把这个信心修成就呢？有5门能入，能成就你这个信心。哪5门呢？就是6度，把禅定跟般若的智慧合为一了，叫止观。从这个门嘛就能入。一者布施门，叫施门；二者戒门；三者嘛有隐门；四者嘛就禁门；五者呢就止门。这不是按顿教说的，按渐教的次第。渐教的次第是这样，你是这个次第。那先解释施门，要见一切众生来求所者，所有财物思虑施予，自舍兼贪，令彼欢喜，这叫财施。碰见来化缘的，或者求帮的，你是不分善恶冤亲，平等。在地藏经上，地藏王菩萨请示释迦牟尼佛说，怎么样的布施？为什么有的人布施了，他享受一生就完了，布施功德就没有了？有的布施的物质并不多，哇，他想千生万生长时享，什么道理？
在心地上分别。我跟地藏王菩萨说，如果一个大悲心、平等心、恭敬心，说自己的地位啊很高，就是国王吧，要不是一个很穷叫花子，他能亲手施予，而且跟他柔声的，柔声就是声音很柔和，不是轻心慢心，是用恭敬心，完了供养他钱要供养，这功德非常大，1000声10000声，一声一声的享受不尽。如果一个轻心慢心的这样供养，只收1声。说当我们供养人家别人，先要有个恭敬心，把一切众生看成是佛，这样施。但是施有几种，有财施，有法施，有无畏施。众生苦难的时候，无依无靠，危惧，你能布施给他，布施给他不，让他心无挂碍，无挂碍就无有恐怖了。有3种施：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。如果舍心很大的，舍得，感觉很穷，感到心力这财力不够，看到有那些富长者了，有那有钱的了，有那大资本家了，为什么你做小生意都做不起呢？因为你没舍，你得不到。舍得，舍才能得。说不布施啊，不布施你不会富有的，要布施才有富有。是吧？看见人家富有，人家前生是种的善根的，种的善根。但是你必须得有个菩萨心，布施，依法布施。魔王福报最大了，威力也很大，但是他布施时候没有个平等心，没有恭敬心，得那个福报变成魔业了，不是善业了。所以对一切求索者，随你力量能有好大，舍给他好多，自己也舍见他，令他也欢喜。要遇着那个恐怖的，受威敌的，也不是给他无畏，因为那困苦难难的人，恐被敌跑的人，随你自己能力上承担得了的，就救济他，施给他无畏。说你没力量是办不到的了，你得有力量。没力量让你去救度，你怎么救度得了呢？对，你得有力量。如果你有力量而不肯舍，不肯帮助他，不给他让他离开恐怖，这叫失掉布施度了。这只是财呀。要是有众生求法的，随你的力量，你理解到好多，就给他说好多。不要贪求名闻利养这个地方不给钱，让我不在这个地方说法，说那地方钱多，我就到那个地方说法，这是不行的，这是犯罪的了。这是贪求名闻利养，为念的利自，不念利他。如果是你说法的平等心，不求名闻利养的说法的，随自己的能理解的能力，感觉他能接受的，方便给他说法。
如果你自己不知道的，解释不清楚，你不要说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如果你不知道，强说，或者说的也不对机了，或者错说，那就不好了，那受果报的。说你能说不说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供养，或者他很贫苦，没有钱供养，那求法你就不给他说。有钱的供养很多的，尝试给他说，这是错误的。说法也很难呢，也很难呢。慈老法师在这引证一个百丈禅师的前辈子，老百丈了，错下一个字，说法错了一个字，剁了500次的狐狸，野狐。因为有人问他说：“善知识落因果法。”说善知识还受因果不要？他答复呢：“善知识不落因果。”答错了一个字，哪个字呢？落，不落因果。这样子他就剁了狐狸了，剁了狐狸，剁了500次。后百丈也是百丈禅师，他说：“请问和尚啊，我过去因为错说了一句话，一直堕到狐狸。这是在这个后百丈有一天升座说法的时候，大众都上去了，有一个老者在这徘徊不走。后百丈就问他说：“你何事不明啊？说你徘徊必须有解不了的问题呀。”他就答复他说：“我前500次也是在这儿，我说法说错了，剁了野狐，但是我不知道我错在何处。请和尚给我下一个转语。”转语是啊，就是一点就明了，像一转语转明了。那这个后百丈就答复他了，允许他说可以呀。那你问吧。那他就问了，他说：“善知识落因果法。”那后百丈答复他说：“善知识不昧因果。”他以前答复的是不落因果，就是个落字跟昧字。善知识明白因果，明白因果决定不能够犯，明白因果了不做了因果事儿啊。他说那个不落因果，一个落字跟个昧字，不昧因果。这个化人呢，这个野狐是化现一个老者了，他马上就开路了，明白了。这是说法者很难。以前我不是跟大家说过吗？一文解义，3世佛缘，佛就冤家对头。一文呢，依着经文来说它的道理，就是佛的冤家。离经一字，如果你解释经典的时候离开经了，离开一个字，这就错误了。即通魔说，离开一个字不是佛说的，是魔说的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诸位道友现在学了佛法了，明白佛法了，或者人家见到你说：“师父啊，请你给我开示开示吧，
或者有个问题，请你给他解答解答吧。那就方便着，不是不拘规则，也不是什么生坐了、大穿袍、大衣都没必要。说法者不一定做这个形式。要入法入义的呢，生坐啦，依着法律啦，依着母法律是戒律啊，依着戒律来说，按制度来做。这也有的。师徒两个人，徒弟已经成道了，开了悟了，师傅还没有，那这老师在那个窗户底下读经，那很多蜜蜂啊，就杵那个窗户纸，要出不去。徒弟在这边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么大的光明，你往外边跑嘛，你这往纸上钻什么？”他说的老师啊，这光明遍照，你光读经在纸里头钻什么呢？拿这个蜜蜂做比喻。他师傅就明白了，那么说徒弟来呵斥师傅来了，这就不说了，只算一件事儿。又有一次，徒弟给他师傅洗澡沐浴时，他徒弟给他师傅搓背时，一尊好佛像啊，缺少如来藏。这佛像很好，没装藏，缺少如来藏。他师傅就被他这一点就明白了，就请他说法。这说法要有个意思哦。当然你是老师了，你说法还有个理嘛。问法不可以轻心哦。他老师就给他扶个座，请他徒弟坐上，完了他入法来请法，顶礼膜拜，完了请他说法。那他根本不懂得佛教，不一定按照佛教的意思。我就很怪，我也不愿意人家给我做礼干啥，你要说就说嘛，要直截了当，减少时间，这就方便说。但是我不求你什么，只是你求我，你要问嘛你就说嘛，说完了就完了。千万不要说这个有钱，我给他说好一点，那个没钱，不理他，这就错了，这就落因果了，不但落因果。财施是一种，刚才讲这个是法施，以法布施的，是吧？礼拜、恭敬、供养，这请法的义务啊，必须得做了，你必须得按这个义务做，是吧？各尽其道，两者无坏。你见你求法道，那呢，说法者以法布施者，你观念常时关照，照着诸佛菩萨所教导的自利他，使他能够解悟，开他的慧解，既利了自己了，也利了他人了。遇到人家请你说法，绝对要说，因为我们现在没到大智慧，不能关机。你这讲苦空无常嘛，这个谁都懂的，他也懂他不做，你给他洗刷一下嘛，帮着他一下，给他说不要贪恋哦，贪恋你要受苦的，你现在受苦怎么来的？就你贪恋了。这才是说不是度啊。持戒引嘛，再讲戒嘛。云何修戒门呢？不杀不盗不淫不两舌不讷口不妄言不绮语，离开贪嗔痴，远离贪忌欺诈残取嗔恚邪见。简单说就是10样烦恼，
神三杀盗淫，口四妄言，其余两舌讷口，一念贪嗔痴。这3页的发之与其之，这10页了。戒的防非止讷，修成道果。什么叫戒呢？戒就不许做的。咱们这光讲止词啊，没讲坐词，要指你不许做的。不要照实业，不要照实业。这可能大家天天都讲，咱这就不再详细讲它了。说我们出家的人要折伏烦恼，远离溃闹，常处寂静，修习少欲知足，头脱等行。现在我们说都住在山里了，不是溃闹的。除了常住供养点饮食，供点衣物，供养的保暖的设备，必须修习少欲知足。至于犯了小罪，过去的说犯的小罪小错，都要把它联系到因果，恐怕堕地狱，心里生恐怖，要惭愧改悔呀，把如来智的境界好好遵守。知道犯了就要忏悔，不忏悔吗？那你就受报。不忏悔一定要受报的。这只是止啊，还有坐呢。佛还有坐词啊，止是坐词。止是指住呢莫坐。坐词呢，那要助善奉行喽，那叫舍善法界。把上头那10呢业变过来了，不杀不盗不淫，不邪淫妄语两舌讷口，不贪不嗔不痴。这不论是在家出家，四众弟子都要共同修的。用戒律来折服你的烦恼。出家人嘛，不要在那个社会上去，不要往热闹地方钻，常要住至寂静处。五欲的五欲，财色名食睡，这5种境界渐渐就减少了。头脱2个字啊，这里特别头脱2个字。头脱是印度话，咱们华严呢翻抖擻。抖擻就抖擻精神，你打坐时候感觉很疲劳，你可以抖擻。打坐时候要动一动，把身体啊要这么活动一下。大家看过那喇嘛念经没有？喇嘛念经不是像咱们那这啊，各位老实这样，他不，他动着念，他满身都在摇。我最初看见我这干什么？他这个就是他那个气脉呀，喇嘛讲气脉冲动。这不疲劳，也不能怪瞌睡，这抖擻的意思了，这叫头脱，把那个尘劳都抖擻干净，使你精神振奋，自信学佛。寂静处呢，就是阿赖耶处，阿赖耶处嘛，就是非常清净，而是非很少。你身口意啊，外境很清净。你做普陀寺里，你看见什么？就是自己住山或者共同住山。你从这个你体会到，反正我大寺院都在山林里头。这修行处说，过佛事，赶经忏，你在山里头，可人就麻烦了，所以他就在寺里头。好多寺庙里头见到，现在建寺庙建到寺里头，而做佛事方便呢。赶远法啊，住山里没吃的，
这看的有修行没修行了。因为在尘世当中修行很困难，而且我们这出家人呢，一举一动，说像那百众学呀，多份防范你一举一动的四为一嘛，有人呢护众生不要犯错误，那众生看见你和尚，或者看见尼姑，你要一举一动，哎，都是和尚出家人，那么出家男女还做这，他认为他自己可以，你要做了，他看得很清楚，他说你不该做，也有监督意思吗？自然的形容着，你可以赶脚的这样赶脚，他就把你看得很高。他们做没关系，你出家人不能做呀。懂得这个含义了，就护机显，他要谤毁出家人，谤三宝，那就是罪过了。你护机显，就是度众生了，不要有个摇一有情戒吗？摇一切众生，是吧？我们出家人的僧人持戒，那众生看着生欢心，不嫉不嫌，不令众生忘记积嫌。这个很难啊，这个很难。看来是很容易，好像小事一段，其实非常的重要。佛自戒时候，也就因为人家积嫌谤坏，佛才自戒呀。因为僧众犯，佛才治啊。人家积嫌，如果人家不积嫌，那佛也不治戒了。懂得这个原因，知道戒律的来源呢。我们僧人持戒，众生不积，不谤坏，不令他起积嫌的罪过，这就摇移他呀。舍律仪戒，舍善法戒，摇移有情戒，护持众生不起这个罪过，这是戒律啊，戒波罗蜜，六度的戒度。云何修习隐门？所谓应引他人之恼，心不怀抱，以当引与力衰火欲，成疾苦乐，这种八种境界分。引呢，并不是光说引他人的辱，引饥，引寒。现在我们这三种很冷啊，你得忍受啊。修道者嘛，要耐冤害苦。说我们和尚受冤枉，那没关系，要忍耐，只要耐冤枉苦。有人在你心口插把刀子，也忍受了，不怀抱，不报复。说引子就这样含义。说念金刚经，金刚经说呀，释迦牟尼佛在因地被割离大王在割解身体的时候，不但能引，还反过来发愿要度他。成佛了之后，他佛最初度的弟子焦嗔如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因为焦嗔如才说这个割离大王杀佛的割解佛的时候，焦嗔如就是那个割离王，说佛发愿了，我成佛先度你。斯拉法师讲他的同学的有个叫定如法师，大家那本子上可能都有。他是山东的，他回到山东去去讲经去了，正在那土匪把那个城攻陷了，把他就抓住了。
那土匪头子是谁呢？是他的堂弟，堂弟就是他叔叔的或者他伯伯的儿子。他堂弟就问他了，问他说：“三哥，你怕死不怕死啊？”光他叫三哥，他在大排行可能是老三吧。哎，他说我们学佛法的人呐，有极乐可贵，不怕死，死了就回极乐去了，也不怨你们。但是我成佛之后了，先度你们，这就叫引。释老法师举这么例子了，在这个本子上也。还谈到法引无声音呐，可不同了。说你观察着体察法引，就像成吉苦勒立衰毁誉这八风吧，八种境界风，八种境界风，一时都吹来了，你稳得住不？稳不住。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？苏东坡跟佛印禅师俩人，苏东坡在他书桌上写个说八风吹不动，就表现我自己功力很够了。成吉苦勒耐症毁誉一起来都没关系。那佛印禅师到那看见了，在他那个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，在这写两个字放屁。他回来一看，他就火了，谁敢在我这儿写着？而那个底下的他那个衙役们跟他说佛印禅师写的，他就到了，因为他在这杭州的这个留守使的府，那个佛印禅师住在净慈寺，得过那个杭州西湖，气得不得了，他坐这个小船就过去了，就找佛印禅师去了。他说我八风吹不动，你为什么给我写放屁啊？哎，他说你八风都吹不动吗？放屁就把你吹过来了。八风吹不动，一屁送你过江来。我只打个屁就把你吹过江来了。这要大家参的，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？那是说的，不是做的。这得立誓，在理上你都能明白了啊！谁都知道忍辱好，忍辱达到波罗蜜了，哈！人骂你两句也受不了了。像是我正在跟大家讲，突然来个疯子也好啊，什么也好，他把我拉下去了。不但我忍不了，你也忍不了，大家都不忍了。如果拉下我们哈哈大笑，哎，说来了来了，请你坐，你是菩萨，能做得到吗？不可能。说实话容易，做起来可就难了。一切法都如是啊。云何修行进门？所谓语入善事，心不懈怠，立志坚强，远离缺氧。当年过去久远以来，虚受了一切的身心大苦，没有什么利益。是故了，勤修做功德，自利他，树离诸苦。精进，不要懈怠。如果你懈怠了，你想了，我这个身心的大苦那么多，我还得是睡大觉，还得是懒惰，一念呢就拜佛去了，那拜几拜也不行啊，常时精进。勤修做功德，功德俩字啊，大家，我是做另一种解释的，不是我做好事的功德。说你行道由德于心，行道的时候就是修行，修行就是功啊！你修这功的时候，心里头非常的愉快，心里得到它好处了，这才能离苦难呢。夫次要人虽修行信仙，以从先世来多有重罪恶业，这些给你占为邪魔助鬼，只说恼乱。
会为世间事物种种的牵缠，会为病苦所恼，有入世等众多的障碍。咱们凡夫修道，要想没障碍是办不到的了。从我们多生以来啊，先世的所造的那些个恶业重罪，跟你身体一起来了，你的正念呢，升起来很困难。邪念呢，那很容易障碍你的信心，使你善根生不起来，或者生起来善根了又增长不了，这只是内障。还有报障呢，还有外障呢。那你遇见很多的邪见外道引诱你，你的心呐，不反观自心，就心游道外。魔呢，大家知道，烦恼、睡觉、死亡、自然灾害，或者天魔、魔王天、魔王福报很大，但是他只着五欲，他的福报都是在五欲境界。他喜欢生死，他愿三界众生都是他的属下的。如果你发菩提心想了生死，他就对你不起了，给你做障碍。那不是常说吗？说道高一尺，魔就高一丈啊。所以你把世间的一些事儿看成了都妨费道业的，尽量的把它抛弃了，舍弃，是吧？乃至于衣食住，这也是世间的闲事儿啊。把这些都注意起来，把世间事物牵缠着，还有一个病苦，你想法克服。佛说病苦是助道因缘呢，比较不求无病，无病在贪欲一生，没了病了啊，你那什么妄想都来了，有了病了顾不得了，身心不健康了，就这样。所以应当勇猛精进呐，昼夜60礼拜诸佛，诚心忏悔，勤修随勤，劝请随喜，回向菩提。精进不要修废，自己常时这样警惕，使你善根的增长，障道因缘灭减少。允许修行止观门呢，所愿执者指一切境界相，所以说舍摩托观，说本来是禅定波罗蜜、般若波罗蜜两个合起来叫止观双运。如果寡修定，止就是定啊，你心呐容易沉，沉呐容易怪瞌睡。说寡修观，寡修观嘛，心多散乱，散乱。这两个兼修，先说止，止就是定了。知道止，知道止，定才能升起啊。定了之后才能静啊。静了之后，你心里才安呢，那儿你才能够考虑一些问题。考虑就是后得智，虑，要把我们那个思虑啊，睡不着觉，想发财，是吧？男女两性关系谈恋爱，那也是虑啊，他也难虑啊，那个虑就不通了，走到另一条道上去了。这都属于六尘境界。阻止你的妄心，随顺止观。止呢，就是止一切境界不生起，随顺舍摩他的观，就是止观双运的意思。观是能观，观又分别了因缘生灭相，随顺
毗婆舍那的观义，舍摩托是子，毗婆舍那是观，观就是分别。这个分别不是妄想分别啊，是正见的分别。分别这些因缘生灭的相。前头我们讲过了啊，真如为因呐，无明为缘呐。那不觉心妄动了，这生些言法。那修止观呢，就把这个对着的。这前头说随顺，随顺舍摩托。什么叫随顺呢？渐渐的修习，定和慧，止和观不相舍离，使这个定慧均等，止和观呢常时现前，观照不失。观是常时照着它，不要失掉，把它定住。要修止的时候，在僻静处，就现在咱们这个地方就很好修止。这个止不是像我们依着气血道家了，密宗也讲这个修气血了，还不依形象，不要像我中脉呀、中脉的什么脉呀，不要去讲这些个，这一个老道修行，不依于空，不依于地水火风，乃至于不依见闻觉知。这个离开一切境界，这个是讲离境的，光离境还不行，还得把你心也除掉，就是一切妄想，一切住想随念皆除，用你观照的力，观照力把这妄想除掉。因为你相信真如了，前头讲过了，一切法本来无相的，本来是不生的，因为不生故也不灭，就无生灭，不得随你心外头那些个境界相。你心要持善了，就是打妄想的时候，胡思乱想，把它摄回来，让它注意正念。正念是什么呢？念心当知为心，外边境界相一切都是假的呀，恢复你本来面目，了解你自相的体系。晓得念呢是不可得的，念念都是不可得。要从做起，去来尽止，有所思作，与一切时常念方便，随顺观察，关照，不论去来，不论尽止，凡是有所动的，有所思维的，在一切时不要妄动，一切时不要乱打妄想，胡思乱想，随顺观察不舍。初时候感觉困难，久习了就自然了，纯熟了，心就得住了。心住又无住相，你先有住着难定了，而后达到应无所住，住即无住，不住三生相位处法。得住得这样做啊！心住故渐渐猛力，就是定力增强，这才能顺受的真如三昧，才能降服烦恼，信心增长，速成不退。那很快就成就了啊！因地因戒，把你烦恼妄想都止住了，因定就发了智慧了，这叫实觉智猛力了，就能除到疑惑了。能除到什么疑惑呢？不信呐，毁谤三宝啊，毁谤正念呐，乃至于过去的造的重罪，所有的障碍，我慢共高了，懈惰懈怠了，入世等人所不能入啊。这6种都是障缘呢，信谤业障我慢懈怠，全是障碍。
让你什么呢？你不能得入真如，不能了生脱死。复次，以此三昧故，在自法界一相，为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的身平等无二，这叫一心三昧。另外再加方便，就是念佛，念阿弥陀佛。怎么样打般若三昧啊？就这样打。我有个道友问我要行般若三昧怎么修行啊？这就告诉你了，这就是般若三昧。一相就是法界一相，就是直心正念真如，常知实相的理，为一切诸佛的法身跟与众生的身平等无二，这就叫一行三昧。当知真如是三昧的根本，要人修行，从这一行的三昧能生的无量的三昧。唯有众生没有善根力，在那诸魔外道鬼神的祸乱，在你大作修行当中，或者现端正的，你要是女相，你要是女相，他就现男相；你要是男相，他就现女相，扰乱你的心不得难，是魔扰啊！这是魔扰。想修止观一定有魔，因为什么呢？你善根力不深厚，诸魔外道有了祸乱你，使你修不成，或者现形象啊，或者现的恐怖相啊。形象不是一种了，或者现端正男女相，扰乱你的心。当念为心，你一心正念真如，一切境界相都灭了，他想恼害你也恼害不到。会现天相，会现菩萨相，或者还要做佛像，相好庄严，给你说陀罗尼咒，说种持咒。咱们有很多修道者被这个干扰啊，或者跟你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说六波罗蜜法，或者跟你说平等空无相无愿三净波罗门，无愿无亲无因无果毕竟空寂是真涅槃。行人要修习正法，依你所理解的去修行，遇到有这种模式你才认识得到啊，才不被他恼害呀。如果你没有修行力，你认识不清，所以他一转就堕落。还有魔能令你知道许命通，知道过去式，还能知道未来，害你因为得了他心通了，还因为得到辩才无奈。但是目的呢，让你贪着世间的名利，让你跑不了，这就是魔。有令使人数嗔数邪，性无常准，会多痴耐，多睡，多病，心里生懈怠了，精进不起来了，以后都修废了，生起不信心了，多疑多虑，舍本生恨，更修杂业。杂业嘛，就是不是佛离开佛教了啊，世间种种事儿牵缠着我们好多的现在道友们去学世间事儿去了，太多了。身在佛门，住在寺庙里头，学的是出世间法，做的是世间事儿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。今天我们讲《大乘起信论》呢，圆满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大概20座。20座。我们学了《大乘起信论》之后，怎么样用功，怎么样修习，怎么样依着起信论升起我们大乘的信心，仅仅是升起信心，
要能把修成信佛、信法、信僧这个信心，那么在大乘起信论里叫四信。先信自己，相信自己跟佛无二无别，信自己的真如实性，完了再信佛法僧三宝。大乘起信论讲的四信，但是今天这个讲的数量不多，但是很重要，大家要注意听。听的时候，你可以依着大乘起信论修行。要了生死嘛，怎么样才能了生死？怎么样才能解脱？怎么样才能没烦恼？怎么样才能升起政治正见？咱们这政治正见嘛，就叫这个三昧，就得到三昧了。那你看问题的看法，你思想上的想法，都能够入理，不随世间相所转，还让你认识什么叫魔。有的内魔、内五蕴所起的障碍，使你的信心退却；也有是外魔，天魔呀、鬼神呐，上你的这个成道修道的因缘。昨天我们讲到那个魔，他修的是生灭法，达不到不生不灭。但是啊，它能使你修行的人一下欢喜了，一下又烦恼了，性情不定。或者令人一样使你得到三昧。他那个三昧嘛，是邪知邪见三昧啊。咱们昨天就讲到这里。它能使人得这三昧少分的相似，修禅也好，修慧也好，少分相似。相似的意思呢，就是你能够1天、2天、3天，乃至于7天，它使你入定，魔使你入定。但你在定中能够享受的自然的饮食，香美的饮食，身心四悦的，不饥不渴，使人执着，这叫的外道的三昧。但是呢，使你贪爱不舍，有时候能使人饮食不定，我一顿呐，平常吃1碗饭，一顿能吃10碗饭，或者吃多吃少，是你颜色的变异。颜色变异就是使人相貌很庄严。这是模式啊，这是模式。你还因为得定了，昨天我们就讲到这儿啊。以这种道理，修行者你一定要有智慧观察，千万不要令你这个妄心呐堕于邪知邪见网。时时要正念。什么叫正念呢？遇到这些境界相不取着，
不执着，把这些障碍让它离掉。上头说能够使你入定，能给你速身速喜，一下欢喜了，一下又烦恼了，或者一会儿又有慈悲心了，慈耐心，这都不是正常的啊。应知道外道所有的三昧不是正定的，咱们讲的三昧佛所教导我们的三昧是正定的，是离开我耐，离开我慈，离开我慢。外道的三昧他不离开见耐烦恼，他是贪着世间名利的。你可以把它分成了是不是这样的想法。要是这样的想法，贪着世间的名利，你知道入了邪见了。现在啊，我们所有的道友连这个外道的三昧也没得到。外道三昧能使你入定7天，或者再多一点14天。那你还真辩解不出来了。然而你学了起信论了，不过你相信你的自心，相信自信啊，就是真如三昧，见什么相，一切境界相都不执着，在定中不执着，出定也不执着，入定出定，入住出30，平平静静的，不懈怠，不生冷慢共高，这样子使你的烦恼啊渐渐稀薄了。而外道说让你修得的三昧，那不是这样子的，他让你贪着世间的名闻利养。你从这一点就可以分别什么是正，什么是邪。修真如三昧者，他任何事情不取着，不取着就是不执着的意思。因为本来没可取，相信你的自己自心，心呢要修空观，知道真如一切法都是妄见，凡是有形有相的，外头一切境界相，不去执着，不是。那也对于名闻利养工匠这些个一定要处理，这样子呢使你烦恼啊渐渐的薄药，渐渐的薄药，不是增加烦恼。所以这个外道的所有的三昧呢，他不但不处理啊，还要你增加，让你执着不舍的。这起信论最后教导我们要修真如三昧。真如这是在理上说的，得理的定，得理的定。说一切的凡夫要不正自心正念真如，那你所得的邪知邪见邪觉观都是错误的。要不习这个定，想入佛家不容易，就是不可能。得入如来的总相，无有是处，是办不到了。那么修习世间的一切的禅，一切的三昧，其实着禅定的呀，有些个在禅堂住久的，他执着那个坐禅的静的享受，静的享受，他一坐可以几个钟头了，
就是不入定以前，他感到有种味道，坐起来很舒服，这叫禅坐、禅味。像我们吃饮食的，贪着某一种口味，坐禅修久了，他执着味。这个某月你做什么事你贪着时候，你感觉到好像有个滋味，很好的似的。这个是哪见？哪见？这种见解产生了呢，你在三界处理不了的，那是可能升天。那这种禅位呢，跟外道共的，它是系数你在三界，离不开三界。古德说，修禅定的或者闭关的，说是起横起修的，你不能离开善知识。善知识给你外护，闭关的时候，特别闭关的时候，它会产生种种障碍。现在嘛，我们在大陆上这个专门修观房的护观的人很少，在美国呀，他们那个藏族的，对，密宗的，他修了很多闭关中心，但是这个善知识呢，他要负责的，每天到每个观房问一下子，看一下子，看他有什么问题，善知识起到这种作用。如果一起生外道之见了，善知识马上就给你指正，说你这个不对的。修功的时候，种地分别时候啊，你不要执着有我，把我参加进去了，那就叫我执。不论你修四观、修理观，必须先观我空，先空我所有的知见，它不会产生邪见的。我是能空的，外边所有的一切现什么境界，都是景。我空了，景已空了，不在景上起执着。我说你闭关闭的，我说观音菩萨来了，现前了。假使你一起执着，这个观音菩萨不是真的，魔所实现的，魔的神通有这种力量。你因为你修道修成了，观世菩萨来实现来了，一贪着，那境界马上就变了。知道一切境界都是假的、空的，所以学法就学这个，认识自己的所现前所境界相。如果能的自己内心不空，外头所现景象把它当成真的了，这叫禅害。在禅上的禅上起了执着的，这叫未尘。你在你修行当中，你心里的主观意识上头，你一定要对外头境界相，三界都是你心里所显现的，就像做梦一样的，不要在境界上起执着。如果一执着，一直我见，一执着你所现的境界相，跟外道共了，所以不能离开善知识。如果我们在这个末法的时候，又哪有善知识呢？实在没办法的时候，你这依着你所学的教义，依着经圣教量，依着佛所说的，像是你一部心经都可以啊。
你把心经背熟了，你想心经怎么说的话，说一切相跟空差不多啊，说色不异空，再进一步说色即是空。空的意思就不要让你在相上起执着，在相上不起执着。平常在你修行观想当中，一个断一个长，这两种极限呢，平常的你经常这样观想，三心二法，心法要分受想行识，把五蕴就说成色心二法，千万别把五蕴当成是我，五蕴非我。一定要修行，最起码要离开你的蕴，离开你的这一个境界相，离开你的妄想心。如果这个离不开啊，你修什么都危险，危险。就是说，假使你不能修真如三昧，执行观你的心相，你会找这些个魔的，找这些个魔的。要有明的明教义的善知识，还不是他怎么有神通了，怎么证得果位了，他能够对教理通达，教理通达了，他能辨别是非。为什么要学呀？那么现在的这个近100年来吧，大概做禅的很少学教理的，学教理而后做禅的，当然他自己明了，说依靠善知识，一直善知识很难呐。现在你上哪儿去，没有这个福报了，遇不到善知识了，就是明白教理的都很少了。那你怎么办呢？那你就自己研究教理，你先修信心，不要想高深的，想顿悟成佛呀，离这太远了。你先别着魔就很好了。特别出发意的菩萨，在你修行过程当中，前途的道路可坎得很呐，不是很平静的啦。和你过去的许业给你做障碍，病苦的恼害，事事不如意，你发了心到这个道场住几天呢，不如你的意，离开了，再跑另一个道场，到那个道场啊，更不如意。你跑来跑去，没有你一个如意的地方。我头几天跟大家讲，我们在台湾一个出发意的菩萨，他那一天跟我学那占察忏，他一天可以拜6次占察忏，念5万声地藏圣号，还要跟上早晚殿。你说他这个时间该占了好多。那修行5、6年，拜5年，现代还俗了。没有个正确的知见呐，盲修瞎练。但是一日圣教量啊，他也随时的给我打电话，但是那是警戒不现钱呢，警戒一现钱了，他的剃度师傅叫他回去帮助住庙里去管事儿，这一管事儿他烦恼起来了，他前头所修的功力啊，一概没有了，还俗了。
他也是大学毕业啊，研究教理研究好几年了。头几天给我打个电话，要到上海哪个公司聘他，一个月大概有个15000到2万块钱的工资。得了，在名利当中这个打滚了。修行太猛烈了，障碍会出现的。修行不猛烈，不精进，懈怠，烦恼来了，烦恼多得很，无量的业。所以大乘起信论呐，让你升起大乘的信仰心，完了要研究教理，完了要发这个真心，修习的真如三昧。修真如三昧嘛，就是产生一个正见正知，三昧就是正见正定正知，有这样一个关照，常识着关照自己的本性，这是佛教导的。说起信论叫信四信呢，信自，信自己的信，信佛信法信僧。你常时这样观想，在你修行礼忏呐、拜佛呀、念佛的时候，这种观念常时求三宝加持。你爱学这个西藏的教义，不是像我们说受个灌顶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那意思说，你不论做什么，起心动念学佛法时，先要修四加行。那观想四加行就是大慈大悲悯众生，大喜大舍济寒食，相好光明以自言，众等自信归命理，就是慈悲喜舍，对自己都是哦。说你对自己慈悲，对自己慈悲怎么讲呢？说常时的思念自己多生累劫的对自己不慈悲，照种种罪使你现有的身心跟着你这个不慈悲受苦啊，受苦。说你慈悲先度度自己吧，随时的心里头常念真如，就是哎呀，我自己的本性本来是清净的，无眼的，无垢的，无我的。完了，这是内因，再加上佛法生三宝的外缘，因缘和了，加倍你也不会落歧途，还不说成道了，先把这个诸魔恶鬼的恐怖断了，得到十方诸佛的护念。这以下就是解释这些个马明菩萨呀，悲悯末世的众生，末法的众生，修行障碍太多了。说他发大慈悲心，照这个大乘起信论，你专心一意的观想这个自己的真心，不要使它再埋没了，就观想自己的心，观想自己的心。这样呢，你能得到10种的好处：精勤的、专心的修行真如三昧，你现世就能得到10种利益。哪10种呢？第一种是常为十方诸佛菩萨护念你，护念这个发心的，这叫发菩提心，发真正的心，直心正念真如。一切诸佛都入世修成的，那一切菩萨
也乘他个这个法，真如的法到如来地的。你入世发心跟诸佛菩萨的发心同了，诸佛的原力加你自己的因力，因缘契合了，成长你修道时候没有障碍。要修这个真如三昧的，要修这种正知正见的，那些个诸魔恶鬼，他想恐怖你，让你的道业不能得成，办不到。因为你得到一切诸佛菩萨之护念，第三种利益呢，那时候在印度说了有95种外道，有时候说96种外道。那个外道的鬼神祸乱不到你，依着外道法所修行的，他能够成神，不能够成圣道。依着外道法修行的，他所变了鬼神的，给你修正道者做障碍。因为你精勤专修这个三昧真如三昧，你知道一切境界相现前的时候，假的空的没有我见的，你心不贪恋嘛，就意不颠倒。你要贪恋了，你意就颠倒了。先不说你修成啊，你觉着被魔摄引了。很多修道者这个一个念个圣号都被魔所干扰。你呢经常的照顾自己的心，这些外道呢干扰不了你。是第三种利益。第四种利益呢，你耳根闻不到毁谤的这个甚深法，耳所不闻，眼所不见，能够远离毁谤甚深观念的，就是让你专心修习这个真如三昧的，就这意思。这样呢，使你的过去的许业的罪呢，渐渐的就微薄了，渐渐就减少了。第五种呢，灭一切疑，入呢九观。疑就是对什么正法信不进去，或让你正知正见产生不起来，这就是过去的许业的障碍。那呢，能够灭除，完全不能灭除吗？也使得轻微。疑就是惑呀，疑惑嘛，有疑就惑的升起。对直心正念真如修真如三昧不怀疑，每个大乘经典都要发菩提心，观念自信，不要心外求法，说一切法都启发你心源的。第六种的利益呢，是度佛的境界呀，你信心坚定，只能增长，绝不后退。第七种利益呢，听见佛道长远，就修这么个信心呐，都要10000劫呀。那你这个信心呐，容易退堕，听到时间长了，哎呀，我今生修了，我还能觉悟，我来生怎么办？有这个顾虑。那么
你知心正念忍辱这样的修行，得诸佛菩萨的护持，对佛所修成的过程，你心里头信念的增长，绝不退悔，不生怀疑。修道者常时心里头远离忧悲苦恼，你这烦烦恼恼的还怎么修道啊？说第七种利益呢，远离忧悔。我听见很多的出家二众对我说他出家后悔了，我说你可以还俗，没关系，不要后悔，等你善根发起来再信。那悔什么？要悔了想不干，你霸道还俗，佛所许可的了，不能进入，别再造罪。那你常念真如的话，修真如三昧的，只说你修不说你正德，说你心念常时这念观念，你没有那个忧悔，这种念头生不起来。听到要修这么一个信心都要10000劫，这时间太长了。我昨天跟大家讲了，说一个小节，说1节，这个时间你都算不清楚。人从10岁过100年增1岁，增到84000岁，多少年了？100年才增1岁，一直增到84000岁。再从84000岁过100年减1岁，减到人的寿命10岁，一增一减算一个小节。1000个小节算一个中节，1000个中节算到一个大节，3大阿僧祇劫，那个数字更无量了，是算不清楚了。咱凡夫这个智慧算不清楚了。听到这个，我自己又退了心了。这个哪年才修得成？太成了。但知心正念真如的晓得，你这一念间无量劫超过这个了，就是一念。无量劫也就是你现前的一念，这是真如。咱们的离体就入世，咱们自己本具就入世。这样他在生死修行的过程当中他是勇猛的，不缺药的。第7种好处，你只是平常关照。真如法怎么修呢？咱们前就讲真如，讲了那么多，是觉性觉性就是我们自己本来本具的。现在我们只是把这个本具的外边尘垢把它洗刷干净就好了。你经常这样关照，在生死当中的法中，你是勇猛的，知道这些都虚幻的，那是佛家给我的真心上的一点障碍吧，把这拨开了就好了，把它消灭就好了。第8种利益呢，你心里头总是柔和的，从来不粗暴。柔和的意思任何事情都能忍受，不发起异心，不发起烦恼心，不发起粗暴心。咱们就说平常的说着急着急，经常着急就上火吧。事情不如意了就着急就生出来4大不调了。心里柔和，这种不调的没有了。同志，绝不骄慢。骄慢的是轻视别人。还有那一个焦躁的焦，慢是懈怠的慢，这多种解释了。骄呢是印记自己不错，慢也入世赶紧超过别人，平等的，乃至看见牛马，看见一个蚂蚁，
蚂蚁的性跟我的性跟我的佛平等的。那你骄慢修真如三昧的骄慢生不起来的。我轻视不轻视他人。一切众生都把它看成平等观。你对别人如是，众生想在你身上加恼害加烦恼，办不到。他人想恼害你，办不到，就是不为他人的恼害。第9种的利益啊，你现在修真如三昧的时候，虽然没得到，就是没得到定。三昧本身就是正定，没得到正定，但是你能够在一切境界外边的境界，不去增加烦恼，任何境界相来了的减损你的烦恼，你不烦恼。大家经常这样学习听到的，说有人欺负你了啊，冤枉你了，或者轻慢你了，你在这些境界上啊，不起任何烦恼。但这得靠功力啊，修真如三昧者，靠着这种功力，渐渐的能够得到定。于一切时一切的外边的环境上当中，能够使你烦恼减损不争离，这修的直心正念真如的三昧的好处。第10种利益呢，要得到这个真如三昧的，乃至修行真如三昧的，还不说你正得，你像这种观念的观，一切的因生恼害不能恼害你。这因生的恼害非常的厉害。我在这个美国了，乃至加拿大了，乃至台湾了，搞音乐的，搞歌舞的，特别是女道友，他们跟我讲，你心里本来很清净的，那个阴生的阴药使你能生贪嗔痴，但是修真如三昧的呀，这一阴生他就恼乱不到你了。你修真如三昧，知道这个幻泡影假的，不被假的所迷惑。假使你没修这个的呢，看见人家看见个小说，或者看见《红楼梦》啊，还替林黛玉掉泪呢，那是一根草，你看破了它就没事了，你认识它就不为所害了，你不认识它就为所害了。所以得这个真如三昧的第4种利益，一切外缘一切因生，是说那柔和的，使你生贪嗔的，还有使你生恐怖的呀。这不我们佛弟子了，那么在家儒教都是讲泰山崩于前而不惊，异样的人生，或者你坐这念经的时候，或者你后边有些个响动，或者听到异样的声音，或你要生恐怖感的声音，你不为他所动。你知道一切的声音是幻的，没有假的，不论什么声音现前不动。如果那个心静着不动着，鬼神不能恼害他的。因为所恼的就是因为你心动，心动的这种种发生，
心不动静的三昧嘛，这种定。我这个功力还没修到，没修到，你自心正念就可以了。你相信，常识说这个观念，你信心力能够把这些烦恼摧伏，不会恐怖。像我们有时候你面讲，突然有异样的声音来了，你根本不理他，或者念经时候把全心全意注重经上，那个境界就消灭了，那声音就没有了。如果你越害怕，它越大，声音越大，乃至把正念丧失了。这是解释这10种好处，只是说你相信了，完了像这样去做，做多做少没什么关系，只要你信心具足了，就有这么10种的利益。福赐要人微修于子，这是光说修定了，定就是子了，光修定了。常时坐久了，心里的沉默，容易产生懈怠。坐久了疲劳了，心里沉默了，就产生懈怠心了。坐着就不想动，就这个意思。越坐着感觉前头还有个位，禅位，执着这个位，这容易懈怠啊。什么都不想干，就坐这个地儿，这叫冥想。什么善业都不做了，不但不自修，也不能帮助别人了。那离大悲心就远了，就修不成了。所以应该修观，所以在大乘起信论定跟慧，它没分的6度，它合成5度。禅定跟智慧它合成的叫止观，止中有观，观中又有止，不让它生懈怠心，不让丧失大悲心。心沉默了，就不能利自己；没有大悲心，就不能利于他人。自利失掉了，利他也失掉了。所以说，修习观叫止观双修，止观同时修。你看着一切世间境界相，一切世间有为法，很快就变灭了，就坏了。它不是久停的，战争也好，水灾也好，地震也好，不论什么灾害都是一时的，不是永久的，须臾即坏。你这样只是惯例。这种呢，关于一切世间有为法呢，都是生住异灭，很快就消失了。那这个就是无常观。不论世间的正报是你的肉体，依报说你所依的世界一切诸尘呐，生活之具啊，他们是有照着的。照着都要有生住异灭，人也入世，正报也入世，依报也入世，都是有为法，有为的不能久停的，它就变坏了，须臾变坏了。就是须臾变坏，就是时间很快就消失了，没有了。你从思想上观吧，
看着是几十年，时间很短，但是时间的变化也大了，大了。所以观者就观一切世间有为法，没有久停的，但是同时又观什么呢？观你真如，你的性体永远不变化的。为什么拿这个假空来形容真空？假空不变的呀，假空也不变的呀。那个空是完空了，真空也是这个意思。真空这个意思啊，可不是假空，真空是不空，因是随缘这个变化，它有个不变的，不变是理呀。但是这个世间相呢，有为法呢，没有久停的，念念生灭啊，念念生灭啊。一刹那有900生灭，就是一刹那900个生灭。所以我们的妄想心也如是，一切心性念念生灭。知道这个意思了，你贪恋心就没有了。现在不能断贪恋心，你可以做入世观，观你就淡薄了。过去的事儿好像做个梦似的，一切事法都入世。你现在所念的一些法，像电光似的，一下就消失了。未来诸法还没到，到了也入世。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不能去想念它。现在的不做，未来的还没来。就是《金刚经》说：“三心了不可得，一切境界相都入世啊。”要这样观，观一切世间都是有为法的，都是有为法的。无常的，而且还不净的。就是形容我们这个幼体啊，是九孔常流。常时流的都是不净的，这是初相了。细相啊，每个毛孔都要排泄，像经常出汗吧。那汗是从每个毛孔排泄出来的，咱身上有好多毛孔啊，谁也数不过来，也没谁去数。怎么数啊？这形容着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，那心的生灭，生理的变态，说凡是一切有为法呀，没有一样是清净的。如果大家念念华严经的净横品，怎么样去做才是清净的？把这些个不清净的翻过做入世观。这些个怎么产生的呢？一切众生怎么堕落的呢？起信论从一开始讲得很清楚，一念不觉生三系，境界为缘长六出啊，就是业转现。但是回来断呢，业转现有8地菩萨、9地菩萨、10地菩萨。自相续呢，自相有7地菩萨断。相续相呢，初地到6地断。登地的菩萨就是俺们得一份的真如，断一份的无明，是这样形容的。你经常做这入思维，这样观想，你那个愿心、誓愿心
就能容蒙建立起来了。常作如是思维。养母的心呢，不许多分别。分别时候就是无眼，说大悲心呐、大愿心呐，立定誓愿，离开分别。因为离开分别，而又能够行一直大悲心、大愿心，修行一切的好事儿，就是助善奉行；遍十方修行一切助善功德。十方是要处所说的，时间呢，尽未来际，十处都是无尽的。这样呢，就把一些众生都让他得到不生不灭的道理。这就是你修真如三昧的观想。修真如三昧是修定，加这些观想就自观双愿。这样在一切时、一切处，就是时间、地点，乃至于对一切人，就是一些众生有情，自己能够做得到的。现在我们也是凡夫啊，我们做不到啊。能做到的好事儿，但是对众生有利的事儿，自己能胜任的，可以做得到的，就去做。不要懈怠，不要舍离了修和学。学就是为了修，修了更增长你的智慧，直观双运嘛。有了智慧再往前修，永远不停的修学修。在做的时候是静的时候，要多修定，就多修于止。其余的都做的时候呢，行动的时候呢，要多修观。是吧？行住坐卧呀，就要他止观聚运，定慧均等，这样的修习，这样修习。这是在这个最后了，马云菩萨教授我们来这样的来做，调和你的身心。应该做的时候，动的时候就多学观想关照，不要失掉了知心正念真如，修真如三昧。做的时候静的时候习真如三昧定，叫一切诸法空，空才定得住，离开我执我见。但你关照一切的实和处，一切诸法，不论要性要相，要性要相，没有生的意。说自性不生，真如法的自性，他的自性不生，一生啊就叫妄动。咱们一开始就讲这个问题，一念妄动了就叫无明，有了无明了，越演越出。这念因缘呐，念一些诸法和什么的，就念这些个。不生呢，这些个都没有。善恶苦乐，生死涅槃，一切诸法，依这法性是不失不坏，常时入世。这叫虽然因缘善恶果报，但是这些个在真如性上的了不可得。虽然随缘了，随顺一切众生的苦乐，要度众生，
而且知道因缘善恶的果报在性体上是没有的。说你认识他了，认识他了，他就不为你所害了，他就不能害你了。观呢就有智慧，有智慧，认识因缘和合的之法，没有自性的善恶的果报，但是还是布施的，业果布施。那要是众生不要造业，这是观的意思了，有智慧了。一切善恶因果本来是入幻泡影，了不可得的。在子的方面修定的时候，是从观照智慧得来的。观中即是定。你念自性了不可得的时候是定，但是以慧观一切众生并没有得到，他并没有证到，他在这个善恶果报当中要随顺真如，不去做恶，光行善事，这助恶莫作，助善奉行，这是顺乎性体的，顺乎性理的，也不住德相，也不住见相，无见无德。这样的观慧呢，有这种观慧呢，能对着一切的烦恼。你认识烦恼了，烦恼就烦不到你了；你不是认识烦恼了，烦恼就增长。这叫观慧。子呢，对住凡夫的那个执着世间相，而不能舍离。又对这二乘人不发大心度众生，应该对着他们修定力，不执着世间相，以定力故发大悲心，不做这个二乘的确要的知见。这就是靠观慧了，观里头就翻过来了。对此二乘不起大悲心的狭劣的心，又远离的凡夫的不修善根。因为这种的道理，说马明菩萨就教导我们是止观双运，定慧均等，所以把这个禅定跟智慧两门合二为一。定中有观，观中有定，止观双具才能够入菩提道，才能够直心的正念真如。服侍众生，初学四法，像我们呢诸位道友，我们大家都是共同的，初学这个直念真如法的时候，只是求得一个正信呢，求得一个正信呢，就想求得这么一个正信呢，很不容易一听说修个信心要10000劫，心里头就退却了，勇猛不坚强不起来了，就却要了。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很困难很困难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这样子流转，所以恐怖自危就是怕不能常执住佛遇不见佛的时候无所依靠了，就说皈依皈依嘛，皈依佛有依赖佛了。遇不见佛呢，这虽然是末法，末法还有法可闻呢。到10000劫过后了，法也没有了，无法可闻了。
说你恐怖感、畏惧呀，那我这个信心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就啊？因此就尽心、精进心生不起来。说在这个娑婆世界非常的困难，非常困难。娑婆世界就是苦难嘛，有苦难的世界嘛。那怎么办呢？当知如来有甚方便，摄乎信心，因极殊胜的善巧方便，就是专一念佛因缘，专心念佛就好了，念佛的名号，念佛的圣德，随着诸佛所发的愿，摄受众生的愿力，得生他方佛道，是吧？离开娑婆世界，升到其他的世界当中去。常见于佛，容力那大，那才不退堕了。所以说，你自心正念真如的时候，修行真如的三昧时候，感觉到困难，生起畏惧心。那马明菩萨就引证说了，在经里面说，修多罗嘛就分契经，即契诸佛之理，也契合众生之机，这叫修多罗，一切经都如是啊。说如果是心里确要的人，确要的众生，修真如观，修真如定，感觉到困难，那就好，你专念吧，专念佛名号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因为阿弥陀佛在因地之中，他发了48愿，他的佛果道摄受着一个确要的众生，那你也就发愿吧，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能够往生到那个世界去，这种顾虑就没有了。常时见佛，所遇的道友呢，都是善知识，莲池海会那个都是善知识，那样子你也要修观，观什么呢？观这个阿弥陀佛的真如法身。阿弥陀佛的真如法身跟你的法身二而不二，看来是两个，其实是一个。因为你在迷了，阿弥陀佛成就了，看来是一个的法身变成两个了，一个在迷的众生，一个悟得究竟成就的佛，不二就变成两个了。那你再念佛，再回来念佛，修成极乐世道，那又变成一个了，就这反反复复，反反复复。那你专心念佛好了，升到极乐世界再不退了。但是你也要观如来的真如法身，观阿弥陀佛的法身，不但升啊，而且品位极高。不是九品莲花吗？你看你升到上品上升去了，那就品位就高了。是最后了，马明菩萨说大乘教义里头，大乘的经典当中，很多都是说到念阿弥陀佛升极乐世界。我们现在要学华严，华严最后一品普贤行愿品，善财童子
已经到了等觉位了。普贤菩萨劝他念阿弥陀佛升极乐世界，到那个世界成佛去吧。那是给我们一切众生的做榜样的。那么今天是圆满，应该是光明，但是今天停电，现在我们要讲完了，电又来了。我们众生救助世啊，黑暗遇见光明，好喜欢呢。说我们在苦海当中得到闻佛法了，来修习佛法了，那遇到大光明了。就这个善根呐，都不可思议呀，不可思议，是吧？有缘了，有缘了，他就应了，就应了。为什么停电？为什么又修复好了？这个当然我们很简单，很知道了。为什么我堕落？为什么又能够恢复我们本觉智慧？这个就要经过点时间了，不是这么1个钟头之内啊，电又来了，不是这么容易了。你把它看成了就入世，也入世，迷跟悟一面见。但是我们经过多少劫了，现在自己也不知道，赶紧悟时候就知道了。同时念阿弥陀佛也要心念真如。假使说你真心的念，一定得生，必定得生。生了时候就住正定，那时候你真正明了了，跟佛无二无别了，无二无别了。这一大段呢，解前头的说啊，都叫修行信心分。仅仅是修行信心呐，还没入住呢，还要退呢。那让他不退呢？以下就劝修利益，劝修利益。如是摩诃言，诸佛必藏。秘密的秘啊，我一总说了。什么是诸佛的秘藏？念真如，观自己的本性。要修行，必须先得有个信心呢。这样的从开始到现在，把信心讲完了。说假使要是有的众生在如来的甚深的境界能够升起了真正的信心，不要心中有是非的观念，远离毁谤的意思。如来的甚深境界啊，是密藏，是不玄的。要想正得，要想入得，必须得有定有慧。你要想入大乘道，马明不说，我照这个论的呀，就是让大家能够思想的修习，让你心里的入道。有一些个众生不见得信他的呀，说像这民国初年、满清末年，就有批人说大乘起信论是伪造的，破坏人的信心。要是这样的呢，下地狱的。马明菩萨说的，后头说的有，说你要想入佛的甚深境界，你就要学习起信论；要想得生正信的，要学习起信论；说要想远离毁谤的，学习起信论；要想入大乘道的，当持此论。连起说是这样的，这里有很多问题。第一个，你想入如来甚深境界，想升起真正的信念的，那你要学学起信论吧。思想很勇猛的，很精进的，不思想远要。
这个人呢，一定少龙佛种、佛子，能够成佛，一定得到诸佛的受戒。假使有人能化3000大千世界满宗的众生，令他去行十善，再不造恶了，行十善业，不如有人与一个吃实情吃饭这么个功夫吧，思量此大乘起心论，相信自己的心跟佛无二无别，那就这么一念的功德，过前功德，过有人让3000大千世界都行十善，那这种功德很大了，那还不如有人一个吃饭的时间能够相信大乘起信，就是生起信心，信大乘。大乘是什么呢？就是相信你自己心是佛，你心本具的真如性体。复次，要有人受持此论，受持是常识的思维，以这起心论教导去修，这起心论去观察去修行，这是一天一夜的功夫，一日一夜，所有的功德无量无边，不可说。这劝修了，马明菩萨是八地菩萨的，那供印的，这边是供印的。以前说毁谤起心论的，那是说是不是马明菩萨造的，因为他反对的起心论，反对的理由，那时候南京支那内学院呐、梁启超啊，这反对这个大乘起心论，说如来藏性，这是唯识宗，学唯识的人反对如来藏性，你根据这个。但是马明菩萨说啊，说假使人要信，功德无量；假使要毁谤，罪过也无边。说要受持这个论的呀，是观察修行，时间很短，一日一夜之间，他所有的功德无量无边。为什么？知心切入真如了，相信真如了，说的是真如的功德，是相信真如的功德无量无边，一念间都无量无边。假令十方一切诸佛各有无量生其劫，叹其功德已不能尽。能够知心正念真如的人，相信自己的心就是佛，记住这种智慧，得到十方诸佛的赞叹，赞他的功德不尽。为什么？他一定能成佛，佛功德无尽功。其有众生于此论中毁谤不信，赞叹是有功德，毁谤呢那就有罪了，所怀的罪报无尽无量劫，受大苦恼。说因这个缘故，众生啊，单应信仰，不应谤毁啊。谤毁呢是自己害自己啊，也害他人，断绝三宝种。假使说一切众生依此法而能得到涅槃，因为你谤毁灭这个法，那一切众生就不得度了。一切菩萨也因为修行真如三昧，入佛智。当知过去菩萨以依此法得成净信，现在菩萨今依此法得成净信，未来的菩萨当依此法得成净信。是故众生应求学习，咱们都是未来的菩萨，成过这种清净的信心。什么叫清净信心？信真如，信自己的清净心，自己清净本心。
所以大乘起信论是四信，不是信三宝，要信自己。所以一切众生应当学习此法。到这里就讲完了。这后头嘛，马明菩萨有个回向，诸佛甚深广大义也，我今随分总持说，回向功德入法性，普利一切众生见。结论了，把这起信论最后结论了，这是诚信的功德，性骗过，功德也无量。但是这功德呢，还归于法性，就是把有所说的都是事，演说都是事，言说文字，能够依着言说文字回归你的真如实体，就是回事向理了。大方广佛华严经所说的一切诸法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法呢就是一切法，界是呢生长之意。什么能生长呢？就是心，心生万法，万法为心，万法从心起，万法还归于心，这能够普利于众生。现在我们讲圆满了啊，讲圆满了吗？大家回想一下点啊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祝你们都能够正认真如，深信真如。好了，我们回向吧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众人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光然